好吧，韩国瑜呢跟柯建铭说了，说我们是当时同事进立法院的最早的一批，当时一起进去，很多同事已经在天上了，很多都死掉了嘛，所以呢，你在争什么呢？所以说呢，你告别式的时候我也会参加，他好生气。那柯建铭就说要罢免韩国瑜，帮他超度，因为被亏了嘛，说我会参加你的告别式那现在呢？现在问题就是礼拜四赖清德要请韩国瑜他们，因为到美国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这个团要请他们喝咖啡，就大家搞不懂你们民进党在搞什么？这边要请喝咖啡递橄榄枝，那边是要把他罢免，你这不是变成让人家讲说唱黑白点嘛，两手策略嘛所以呢，大家在看赖清德你要怎么递橄榄枝那李彦秀也说，这也不是和解这什么是大和解咖啡？不是的，你要真的大和解咖啡，你要跟各党主席对话，不是请个韩国瑜嘛？韩国瑜从某个角度就是个立法院长，而且还中立耶，他还要韩国瑜他必须要中立了，摆出来的姿态必须至少要中立嘛。那你而且这是行礼如仪嘛。每次美国新总统当选，我们都会派个代表团去，然后总统呢基本上大概都会在总统府请他们走以前喝个咖啡，大概就是一个形式嘛，那另外呢，卢秀燕昨天为了草屯镇长候选人站台，卢秀燕说，民进党把草屯镇长的选举变成国会改选一样，哇，搞得好大为什么变成说大罢免的前哨战不，因为现在只有这个选举，所以他们所以民进党大咖都跑去了那韩国瑜自己说了他上次高雄市长被罢免后3年都不想出门了。就心里面这很不准嘛，只有为2个人，一个就是南投县长许淑华，一个是呢这个草屯前镇长简景贤破例，他跟简景贤吃了4、5次饭，我觉得这个人是真性情，就没想到呢这个英年早逝这个壮志未酬身先死。那孙中山就说，不要骂来骂去，不要抹黑这不是很好笑吗？那民进党不是常常骂来骂去吗？常常抹黑别人嘛。我们看一下。立法院长韩国瑜回云林，天气虽冷，但乡亲好热情，合照拍不停。2个同班同学，一个是柯建铭，一个是韩国瑜。我们柯建铭时常发脾气，我都拍拍他。柯建铭，不要再发脾气了，将来你要告别式的时候，我会去参加。他就笑。参加立委罗志强办的民主学校，韩国瑜致辞不忘幽默本性，挥了一下立院同学柯建铭，现场笑成一团。但身为立法院长，当然不能只有玩笑话。台湾安全的第3只脚是什么？维护好美台关系。美国是对外最重要的国家。第4只脚是什么？维护好两岸和平。谈起如何守护台湾，韩国瑜用桌角比喻，其中除了两岸和平外，也说我国对外最重要的就是美方。18号即将赴美参加川普就职，成员包括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柯志恩、葛如君；民进党部分王定宇、陈冠廷、郭玉琴；民众党则是陈昭之。出发前，赖总统也邀请访团16号到总统府喝咖啡，还称是朝野和解第一步。不过蓝营不领情，毕竟一边喝咖啡，另一边大骂在野党毁宪乱政。绿委认为释出很大的善意，但总统不忘提醒有更大民主，这咖啡是和解还是无解？想必在野党心中早已了解。赖永平，说到这个草屯补选我对那个南投草屯真的是蛮有感情的，因为我的阿嬷家就在草屯所以我小时候呢，每一次寒暑假呢，我都会回阿嬷家去草屯。到现在，我们还有亲戚都住在草屯那边。所以我从小有对草屯很深的记忆，也有跟草屯的一些相关的互动我就很了解说，卢秀燕不愧为中霸天她对中部的那种民众的心态很了解。当他骂民进党说你们搞什么草屯镇长补选弄成是国会改选的舞台的时候，其实他有打到人心。因为像草屯这样子的一个南投的很质朴的地方呢，他们其实对镇长是很有感情。那个到什么程度吴敦义不是南投县县长吗？那他也是草屯人，对，他草屯人。我正要讲，我的阿公呢，就是草屯国小的那个
4个字呢，我阿公是书法家，也是教务主任，那4个字就是我阿公写的。然后呢，吴敦义做了县长，黑头车在街上看到我阿公走来呢，他就立刻从车上下来，然后跟我阿公打招呼，跟他鞠躬。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草屯就是一个什么人都认识什么人的地方，然后非常的有各种的伦理，然后也没有很深的政治的分际。譬如说我大舅舅我不好意思透露他的支持，他是支持蓝的，可是呢，他的同学以前是绿的那个草屯镇镇长，所以他们就是同学一起的，而且是跟他非常要好，是结拜的哦，是结拜的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的生态哦，然后你在这边来搞说什么全部来罢免啦，什么东西，这些人会讲说你在干嘛？我们要的就是我为什么会讲吴敦义那一块，会讲我阿公的这一块，其实他要的就是一个地方上。大家都认识，然后很放心，然后呢服务很久，然后我如果有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吹无丢狼，我能够找得到人的这样的一个选举，尤其是大家知道补选的这个外地回来各方面呢，其实他的那个投票率不高，很多都是地方基层的感情。那你在这种时候，你去扯很高的，然后让大家觉得莫名其妙、很撕裂的政治议题呢，就很不搭嘎。所以我真的觉得说，草屯镇长这个选举啊，如果有人特别像民进党要打成什么什么什么的前哨战呢，我觉得这个很蠢啊哈。所以第一个我先表达。那另外我觉得。柯建铭一直要炒作韩国瑜的议题，当然不排除呢，他牺牲自己呢，想要垫高韩国瑜跟赖清德见面的那场的重要性，否则那场哪里有重要啦？就是一个很例行性的见面。但是呢，高嘉瑜刚才讲的话让我心很有所感。过去15年来从来没有人在任何这种政论节目的讨论上，有任何人说过说民进党很弱，国民党很强。我觉得真的是我没有说民进党很弱，你不能软趴趴的。你刚才有讲，年轻人要有战斗力。你刚才有讲说我们那么弱，我们很软然后国民党什么？我当时在想说，哇，真的。过了10几20年了，终于也等到这一天了。国民党很强，民进党软弱。好，重点就是说，现在确实政治风向改变了。那我最后讲一句，我觉得大罢免的这个浪潮呢，随着1月11号国民党呢的支持国民党的公民团体，我讲这样子可能比较准确。支持国民党的公民力量呢，在1月11号的那个10几万人的现场呢，进行对民进党立委大家不满意的做第一阶段的联署，然后差不多就要过关了。那你看这种状况底下，那民进党还要罢吗？那民进党真的罢了，他能够保证不会每个区都是基隆的情况再现？那对民进党要巩固政权有任何好处呢？傅昆萁就讲一句话：你民进党不要搞错了，你以为你罢下去席次会增加，你说不定席次会减少。我觉得当然这个罢免的活动对大家全民来讲都觉得说对民众来讲愿意去支持的，当然他们自发性的联署。可是对于民进党来讲，我们是看民众他的态度是如何，绝对不会主动的去发起。可是你看这个111定勾机的活动，几乎都是国民党这边的人再去发起现场的联署。所以当天针对吴思瑶或者是针对吴沛忆，尤其是大家会认为这2个立委的表现其实都非常的好。那尤其是在地方上的政绩，大家也都看得到。所以这样子的罢免活动，当然也会引起反感跟反弹。可是对于民进党来讲，当然这些公民团体他们积极的去参与联署，那我们当然就是看这个民意的这个支持度到哪里。那如果需要民进党，当然最后民进党能够帮忙的尽量帮忙。可是，在现阶段还是交由人民来做主，是整个罢免活动的这个主轴。好吧，民进党那天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民众党那天发起111
定高机哈。那他们那天有一个叫做联署意，有人摆的联署意向书，不是联署书了，因为依法联署是要2月1号才能签，因为立委2月1号才任满1年嘛，没有任满1年，人家任期4年，1年都不到，你罢免什么呢？你怎么知道这个表现的好坏呢？所以那就是故意的了，那是政治的动员嘛。所以他们现在签的叫做意向书而不是说联署书啊。那标明2月1号才会透过意向书资料联系民众来签正式联署书，你可能有人的电话什么，到时候联络你啊，哎呀，现在时间到了，可以来签啊，等等啊。所以这是一个意向书，那有3个人而且呢，这个有告诉你，这是吴思瑶是士林北投区，吴沛是中正万华区然后呢，其他户籍地的民进党立委，然后你的名字叫什么？你的身份证、你的户籍地址、你的联络电话，因为你的户籍地址才能够证明说你是这一区的这个居民嘛那所以呢，这是他们那天签了那好像吴沛跟这个吴思瑶几乎都够了他们要2000个了差不多都够了有一个超过的，一个还超过那所以呢，现在是因为是民众党的集会嘛，国民党说尊重，这是公民自发的活动，不是国民党党部发起的了那反正国民党现在就学民进党，民进党怎么讲我就跟你怎么讲嘛那天吴思瑶有2153份，吴沛有1968份都蛮高的了那所以他这个也是就是给民进党一点颜色看看，说你要罢免我，我也会罢免你你罢免我几个不一定我罢免你几个你也很头痛那搞来搞去，大家费那么大的力量干嘛呢？所以呢，这是要以战止战了，最好说大家都不要那所以呢，谢克阳就呛民进党说，这是用你的魔法对付你们，就是这样你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嘛，就这个意思啦那所以呢，吴思瑶吴沛忆呢说，我自信不怕这是报复性的罢免，大家不会认同。那你国民党那些委员你要罢免，不是也是报复性罢免吗？他犯了什么错呢？然后你要罢免他，不就看了说，他当选的票数只是比较低一点，也许有机会把他罢免掉所以呢罢免他就是这样那所以呢，台北市的青工会总会前会长叫满志刚说，我们有标明2月1号才开始罢免行动而且民党委员呢恶霸先告状，你们现在搞出恶霸来嘛？怎么讲我呢？那我们看为什么他们要想罢免吴思瑶？因为张思刚当时没当选，71837票，吴思瑶当选的91958票，那侯汉廷的新党用无党籍28510票，侯汉廷的票加张思刚的票是超过吴思瑶的票。所以这一旦到罢免的时候，这2个的支持者可能去罢免他，就这个道理并不是他的支持者罢免的。照理讲，罢免应该是我的支持者对我不满意罢免我嘛。那现在不是这样是对方来罢免，这个什么个道理呢？对方本来就没有支持你嘛，那趁机把你罢免掉嘛。我觉得实在是民主搞到这个地步，真的是乌压压乌糟糟那都是他们就看得票数，看仇恨值。然后呢，觉得罢免的几率高，但是呢，张启凯说吴思瑶不要怕，被罢免还有官做。来，启凯，确实讲得对我先要非常感谢包括龙介跟佩祥，事实上我们的111定国基有19位的国民党立委来帮我们声援，一起共襄盛举。云林县的县长张立善也来，那事实上我也看到各行各业很多，以前我看到在这个社运界很多那种带头的那种大哥那些领导人，实际上我都有看到，是因为怕他们被查水表，我今天名字就不要讲。我只是跟他强调说，这是一个各行各业很多以前这个社团的一些领导人，我都看到他们了，我们都很会心一笑的打招呼这样子那可是老讲，这个场合里面最多的还是小草。民进党为什么要打压、要追杀柯文哲跟民众党，就希望把这个小草年轻人把他拉回去民进党。那从昨天很清楚的看出来，这么多小草出来，不只是钢铁小草，它蔓延成一个大草原了。我都要开玩笑，这个比我们台湾最大的清境农场那个草原，对不对？比那个还大。我那个111大概晚上大概接近6点的时候，我站上那个指挥车那个战车，
我看到从那爱国东西路那边一路逛过去，台下大家不走，2/3以上看起来都是年轻人你就知道那个年轻人现在是多么的愤怒，多么的认为说这个台湾的社会，一方面是声援柯文哲人权，同时他们认为司法严重漏洞太多了，不公不义，侦查不公开，这完全被破坏，一直压人取供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们是出来呐喊，他们是为了整个台湾社会站出来的，那个气氛你明显可以看得出来。那另外我都要提及那一个点很重要我觉得柯建铭不要只有那个自己往身上自己去交友伤到自己，他至少会伤到3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我现在再搞下去，一个是吴思瑶，一个是吴沛忆，另外一个台南的王定宇，实际上也是危险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样讲。你看吴思瑶当选的时候91000多票刚讲了侯汉廷加上张世刚比他多少票？8000多票。更重要的，像吴思瑶是仇恨值非常高的，我觉得仇恨值会高的人最容易被罢免。那你昨天一下子就已经。2100多个人联署就说你只要愿意罢免他的话，这2000多个人他愿意拿着身份证开始登记身份证呢，他到时候是会来联署的，马上就过了第一个门槛你仇恨值这么高，所以他可能如果照这个选票，有可能是会罢免。第二个吴沛忆，吴沛忆虽然只有1900多个人去联署，对不对？可是因为万华那个选区票数是比较少的，他已经过了第一阶段了。就是将近这2000个人一连数下去，他这个第一阶段就成立了。而且他当初也是虞美人跟周小平2个加起来票数比他多了多少？将近3万票。所以吴沛忆是非常危险的，吴沛忆的危险程度甚至是比这个吴思瑶还是高的。另外一个人大家可能都忽略了，也是仇恨值很高的王定宇。王定宇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他一个特色，他在前3届他曾经是全国最高票的立法委员可他每次那个票一直腰斩到现在，他这次只剩下8万多票然后他这一次是一方面有陈以信，国民党陈以信，还有一个无党籍的陈永和，他们2个加起来票比那多了12000多票仇恨值这么高，他的票一直在夭折，就表示他这2-3届出了很多问题嘛。所以这个老柯不是只有浇油在烧自己，他这样再搞下去至少会害死3个他民进党的人，双武，还有加上一个王定宇。我们看一下。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表示，有国民党幕僚在民众党集会中发放罢免民进党立委的联署意向书。国民党发言人杨志宇表示，这幕僚早就已经离职了，当天相关罢免活动属于公民自发。杨志宇还说，吴思瑶为了逃避检验的相关造谣，只是对青年政治幕僚贴标签，难道就不是民意吗？反观民进党早就透过各种不同主题诉求的政治集会，让侧翼公民团体串联罢免国民党立委。罢免制度既然是中性，民进党可以透过侧翼力量操作罢免，同样要尊重不同的声音，否则只是显示民进党掀起的大罢免是制造仇恨。对，来凤琪。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地方在于，其实那是民众党所办的场合所以来的我必须说，一定是民众党的支持者比较多，国民党的支持者不会没有，中间选民也会有，但是那个比例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对而第二个呢，这一些呢签名罢免的这些活动，事先没有任何宣传。你事先各位大家有听说过吗？大家都是处理政治的人，但是有任何人听说过说有人要在现场发动，说要来罢免吴思瑶啦，要罢免吴沛忆啦，还有罢免王定宇吗？一个都没有。其实我看到我身边的人都不知道，突然就冒出了这则新闻，所以然后。访问那些摆摊的那些年轻人他们就说我们也是临时起意那反正就觉得是嘉年华会嘛大家呢就不满嘛，宣泄不满嘛，所以我们今天就排出这个摊位来。你要知道，因为当然我不敢说100%每一个签名的人都一定是当地人都没有伪造地址，但是呢原则上是我是当地人我才能够去联署嘛，并不是说有参加的人都可以去联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宣传，没有任何政党支持，然后临时起意，其实这个数字还蛮高的耶。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吴思瑶他还有吴沛忆会很紧张出来回应的地方。然后吴思瑶就气冲冲的，然后就说你们根本就只是为了要罢免，然后呢才发动这一场集会。在发动集会之前，没有人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摊位，所以也不会有人因为想要去联署，刻意去找这个摊位。其实集会的场合大家都去了，因为非常的广泛，所以呢，你不太可能到处去找一个标的，除非你知道有这件事，否则的话一定就是路过，然后决定说我要不要去联署。这反映的，我觉得是一方面是民众党支持者的愤怒。
啊，因为这比例来讲的话，民众党支持者确实比例比较高。然后二方面呢，这件事情其实也已经激起了非绿选民的愤怒，他们才会在这种的状况之下，然后急匆匆的要去签名，所有的签名联署，因为要留下一些基本资料。坦白说，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心里头是会担心的。可是，如果不是愤怒到一定程度的话，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些举动。所以我在看这一个就是临时摆摊的罢免活动的时候呢，我其实真心要提醒赖清德。虽然赖清德呢在上个礼拜3中常会的时候说：“哎呀，我们没有发动大罢免。”但是他们没有停止促销罢免的这所有的活动，没有，而且他也从来没有要禁止任何的民进党公职人员去协助联署罢免，他没有。他其实只是嘴巴讲一套，实际做的是另外一套。当你用这样子言行不一的方式，然后想要糊弄全国民众的时候，我要告诉你，赖清德，你必须要小心，民众没有那么好骗。好，那么现在呢，这个因为这是国民党的这个青年了啊，去布局了，所以民进党很气，所以你们国民党说一套做一套。对，我们现在反对恶霸跟乱霸，哦，这不是很好笑吗？啊，那另外呢，国民党现在说呢，要紧盯中选会，因为就是中选会可能会操作罢免绑公投，哦，因为你罢免的时候人可能不够哦，或是公投人不够，但罢免绑公投，然后呢相互激荡。也许人会多一点，可以。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反对。